罗马神话里有位欧若拉女神，传说北极光是她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，看到北极光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。梦幻绚丽的北极光一直让我跟露露非常的向往。亲近自然，简单生活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 Lumi。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露露和 Michael。我们崇尚极简生活，也喜欢探寻户外未知的世界。在过去2年里，我们背包徒步了300多公里，发现了北美50多个宝藏露营地，在帐篷里面度过超过100个夜晚。我们也自驾近3万公里，探索了加拿大、美国、墨西哥的50多个城市。按照我们一贯接地气的风格，尽可能的去体验和分享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也收获了很多最纯真的感动。这一次，跟随心动的声音，我跟露露计划开启一场单程4000多公里的北极追光之旅，从温哥华自驾出发，一路向北，进入北极圈，直到大陆的尽头，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充满神秘的极北之地。让我们出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这一次呢，我和 Michael 也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后面啊，我们的车的后面，请大家忽略那个毛绒的一摊的包子啊。你看看我们堆的，感觉把整个家都搬走了。因为我们这次长途旅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而且呢，我们把我们这个车其实后面也进行了小小的改装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晚上其实是可以在车里睡觉的。接下来2周将会是非常期待，我猜测应该是惊喜不断的旅行。那大家就 follow 我们吧，一起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今天下午，我们从温哥华出发，一路向北，准备一蹦子就开到800公里以北的 Prince George。这里对绝大部分加拿大人来说已经是很北方的城市了。不过这里才是我们真正的起点。明天我们会继续向北，沿途探索几个加拿大北方的小镇，寻找让我们心动的景色。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惊喜的发现。感觉今天路程那么远，压力稍微有一点点大。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不一定今天晚上非要到 Prince George， 我们可以中途实在不行先找个地方先睡一下，明天早上稍微再多开一点。也行吧，我们到时候看情况。对，安全第一。好的了。咦？我今天干嘛嘞？这个感觉是我们今天途经的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小城。你要 drive through 还是 drive through？Hello， 大家好！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这个 BC 省北部的一个小城，叫做 Catch Creek。我们刚才在这边买了点速食的晚餐，刚才带包子在这个下面转了转，这下面有几户人家，人家把自己的小院子搞得还挺漂亮的。现在吃了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继续赶路，今天晚上争取能到这个 Prince George 这个北方的最大的一个城市。这什么熊啊！哎呦妈呀，熊在过马路啊！对呀，你拍了吗？拍到了。OK。天哪！拍到了吧？拍到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先开始那熊还晃吧唧唧，我们一过来以后，砰。对，它跑得巨快。对。哎，就感觉弹跳力很好啊。你还来的这是什么？我没看清，我感觉好像是一个黑的一团定睛看，我的天哪，是一只黑熊啊！Close your eyes, get some rest. I'm by your side. Lay your head on my chest. 你看这么亮堂的地儿在哪呀？时隔1年，咱要回到了 Prince George。包子醒啦！因为现在已经比较晚了，现在已经晚上快12点了。
我们订了一个宾馆，今天晚上咱们就不睡车里了。开了将近9个小时，一共800多公里，真的是棒棒的。要不要妈妈喂你吃个小贝肯？我说当然要了，一块大肉肉，吃完好睡觉啊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房间很不错，整体来说这个房间空间感比我想象的要好。明天早上我可以在这里工作，把这周的事情全部 wrap up 起来，然后正式开始享受我们的 BC 省北部以北的探险之旅。哇塞，你睡咋样？Hello， 现在是第2天早上了，然后呢，我跟露露现在起来，露露呢还是一个劳模呀，劳模还在那儿处理一点最后的工作的事情。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城，比起温哥华来，这面还是要村很多的。不过这个已经是非常繁华的城市了，从今天再往后，每路过任何一个镇子都会比这个更小，越来越小。从 Prince George 开始再往北，我是真的从来都没有来过。所以希望这一路可以多走走停停，感受一下这边的当地风光。昨天我们看到了熊啊，希望今天也能看到一些小动物。走吧，我们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Prince George 的市中心的市中心。大概据我所看，这个Prince George 市中心一共就这么前后2条街，2个 block， 但是这个小城别说还是挺现代化的，也挺有点味道的。这右手边有很多小饭店，然后左边这边还有 UNBC 大学的那个，就是一个 Wood Science 关于木科学的一些教学楼之类的。我们赶快上车吧，今天的旅行就要开始了。这个 Superstore 还挺大。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城位于 BC 省的中部，这里有7万多的人口，真不能算是什么大城市。不过这已经算是加拿大北部最大的城市了。从这里再往北，人口将更加的稀少，也会越来越有趣了。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木材厂，然后还有紧接着就是一片大草垛子。我觉得 BC 省北部的3大产业，木材，然后大草垛子，然后呢就是牛，好多的那个养牛的场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一个小镇，叫做 Burns Lake。这条街呢就是他们这个小镇唯一的一条主干道。我刚才逛了逛，这边有一些那个小的服装店，还有房地产中介，还有一个小饭店。包子，看咱下去逛开心了啊！我有点热呢，什么的，大大的舌头。亲爱的，有没有觉得这边的这个 A&W 跟温哥华的 A&W 有区别？这面牛肉更香，更有牛肉味儿，好吃。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 Smithers 小镇的郊区，这旁边呢 ，Michael 在地图上查，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小的徒步路线，大概只有500米长。我跟露露纠结了半天，因为在下雨，到底走不走？而且这儿立了个牌子，说是这个地方呢正在维修 ，Use as your own risk， 就是风险自担。对。然后呢，然后说，对，然后呢，搞得露露有点不想上。现在雨下的小了点，然后呢，最后说来都来了，就500米，还是走进去看一眼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公园叫做 Twin Falls， 顾名思义。这边附近应该有2条瀑布，我们去看一下。
真正欣赏瀑布的时候，竟然晴了。哎呀，这边好漂亮！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叫Wayside Canyon 的地方，就是 Wayside 这个地名，这边有一个小峡谷，就在公路旁边，就在我后面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它这个峡谷的那个深度不是特别深，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就是流下去的那种波涛的感觉，但是整体这后面一幅画现在在太阳出来的映衬下，感觉真的就像是一幅完美的油画。下去看这个小小的小瀑布，还是很好看的。而且关键是我竟然看到了猛男捞鱼，他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网，在那站在那像水坝一样在那狂捞。我还在想他是在清理垃圾吗？结果一网兜起来2条活鱼，瞬间就想起，哎，今天晚上可以煮个鱼汤吃，那估计挺鲜活美味的。现在已经是傍晚了，今天从 Prince George 出来，边开边逛，走了差不多400多公里。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叫做 Kasan 的原住民的历史古村落，这旁边还有一个露营地，这周围环境超漂亮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达到我们预期所要到达的地方，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。我看了一下的，就这个叫 Kasan Historical Village 这个古村落，其实一共就是有这7个房子组成的。现在因为是 After Office Hours， 所以这些房子内部是没法参观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外面走走看。我跟露露在这个 Kasan 这个历史小村落转一转，还是不错的。虽然里面逛不成，但是在外面还是看这些房子蛮漂亮的。而且前面有一块大草坪，包子在上面跑得可开心了，可撒欢了。我发现啊，它这边的每一个房子外面的那个壁画都不一样，都是他们这个印第安文化的元素。但是你看这个柱子上面就有鸟的形状，还有小婴儿的形状哦，还有人坐这的形状。真的是很多元的，而且我发现他们用的这种木头都像是那种香樟木，会发出一种很奇特的香味。你从房子一路走过来，你感觉这个味道特别浓郁。露露现在把锅碗瓢盆拿出来，准备做饭了。是，今天晚上准备吃个热乎乎的鸭血粉丝汤，配上我最爱的牛排。这种营地还挺好的，正好在这河边边上，这河水好绿啊。很清澈。虽然我们是临时决定在这个露营地住的，但是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这面真的好漂亮，旁边这个河加上后面的山，哎呀，现在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，我都有点不舍得走，一直在看。宝贝，饭做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这牛排我给它切成小块，再煎一煎，然后鸭血粉丝汤已经煮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啊，太香了！能在野外吃上这一口煎牛排，再吃上一口热乎鸭血粉丝汤，太暖心了，幸福感飙升。能在风景这么好的营地吃上自己做的美食，那感觉不要太爽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。下一期视频我们会带大家继续一路往北，看看我们会遇到什么新的有趣的发现。
现在这个篝火烤得真舒服呢，今天晚上还有点凉了，现在篝火烤得快出汗了。然后吃饱了烤篝火，然后等一会儿暖暖和和的睡觉，感觉非常不错。刚开始我准备要去拿木头的时候，那不是露露刚开始做饭嘛，她还说哎赶紧做饭吃饭了，不想拿木头了。然后呢刚刚还说哎呀这个火烤得真舒服。像我们包子烤的也很不错，刚才屁股烤的都烫烫的。